红海塞是耳边式12年时光的浓缩。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有点特殊的耳边开箱。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我们耳边式的，有没有在其他平台了解过我们？那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视频的形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耳边式12年的发展历史。耳边式的故事是开始于2013年，当时国内的便携 HiFi 圈是刚刚开始发展，论坛的人气是相当旺盛的。我们2位创始人依稀还有盖良就在那个时候创建了百度国专吧。当时我们一大群 HiFi 发烧友，天天就这么在网上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分享我们喜欢的音乐还有器材。到了16、17年左右，贴吧这个平台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我们这群伙伴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为了让这份情谊能够继续维系下去，我们选择将平台从贴吧扩展到了微博、微信、B 站等等更加广阔的范围，将组织的名称从国专吧更名为了耳边式，正式的转型成了一个 HiFi 媒体组织。这些年，我们是一边分享自己的发烧心得，一边组织了非常丰富的各类活动。在线上，我们组织过不少音乐赏析、器材巡回试听等各类丰富的活动。在线下，我们也曾经组织过同事去往亚洲各大城市，包括新加坡、香港、东京等等，去分享世界 HiFi 领域的前沿资讯。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国内各大城市，北上广深等等，也都组织过近100场线下烧友聚会。很多在线上跟我们交往多年的烧友都是通过线下聚会才实现跟我们的面基的。我尤其记得我当年在新加坡参加 CanJam 的时候，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烧友专程坐大巴来到新加坡，就为了和我们见上一面。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感动。12年来，通过耳边式这个平台，我们认识了海内外数以万计的烧友。很多跟着我们一起玩的朋友，已经从青涩的学生进入了为人父母的阶段。但因为这段共同的回忆，不管大家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依然都保持着这一份密切的联系。在几年前，就有不止一位烧友跟我提到过，当年手表吧做出了自己的吧表，键盘吧拥有自己的定制键盘。那我们耳边式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自己的定制耳机，给这些老朋友留个念想呢？那这其实也是我们耳边之选这个项目的由来。我们希望找到最优质的品牌合作伙伴，去共同开发和深度定制优质的产品，分享给大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对于 ES 这个打头阵的联名产品，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筹备。我们花费6位数去打造的耳边式全新的 VI 系统，也是第一次被用在一个耳塞身上。那大家可以看到视频左上角就是我们全新设计的耳边式的 logo。我身上这件衬衫用的也是和我们耳边式 VI 色同款的绿色。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了绿色作为耳边式的 VI 色，是因为绿色所代表的是在黄和蓝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如果黄色占比过高呢，整个颜色看着就很浮躁；而如果蓝色占比过高，看起来又太过深沉了。其实不管是 HiFi 器材的调教，还是世界上很多事物的追求，都是这样的一种平衡之道。但也正是因为对于绿色的追求让我们整个团队掉进了一个无底深坑。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同事回想起来，依然很想把我们老板给揍一顿。当初我们看了3000多块料子，依然没有找到非常合心意的绿色，最后呢是不得不开缸去染了1000米的布料。除此之外，我们用的扣子的颜色，还有缝线的颜色等等各种细节都是一点一点的敲定下来的。本来我们觉得做衣服就已经够累的了，没想到做耳机才是真正的地狱级难度。幸亏我们遇到了迪塔这个非常给力的伙伴，大家耗时400多天，
终于是打造出了这款售价1580的低塔 ES， 而这也是 HiFi 圈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媒体主导、从无到有的国际联名耳机产品。众所周知，低塔的母公司是新加坡一家拥有超过50年历史的资深包装制造企业，而且 ES 是我们耳边之选的第一款产品，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意义重大。所以尽管它只是售价偏入门的一块耳塞，但我们在包装上是真的下了不少的功夫。大家可以看到 ES 的包装盒用的就是耳边式专属的绿加金 VI 色，上面印的是耳边式和低塔的 logo。 为了更好的去配合整体的视觉效果，我们没有直接采用耳边式的 logo， 而是请低塔的美术大师为 ES 去专门绘制了独立的产品 logo， 观感更加圆融，而且充满活力。抽出纸壳之后，里面的盒子是细腻的绒布质感，采用了黑底金 logo 的设计。盒子里这张中英文双语的感谢卡是耳边式创始人依稀和低塔创始人 Danny 给 ES 的2段寄语，旁边这个带独立编号的金色名牌就是 ES 的保修卡。我们在卡片上用激光镌刻了每条耳机的独立编号。这里可以偷偷告诉大家哈，在产品还没上市的时候，比较好的号码就被大家预定出去将近100个了。另外，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我们给 ES 配了一款半硬质结构的羊皮绒收纳包。当然，比起包装盒，定制难度更大的是耳机本体。这里我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了，为什么大部分的金属耳机，哪怕是做到10000元价位，他们选择的依然是黑色或者是金属本体的颜色呢？这其实就是因为色差。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色差所带来的成本上升的问题。金属染色的过程，哪怕是同一批次，也难免会有色差。所以彩色耳机它的配对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像 ES， 它的腔体呢由2个部分组成，这就意味着一对耳机4个部分都要保持一样的颜色，这个难度就相当大了。那腔体上这对 logo 是通过 CNC 精雕之后再进行人工上色的，所以看起来立体感会特别的强。之前在线下展会上就有不少朋友提到，为什么我们会将 ES 设计成了一个双峰式曲线的造型？加工难度这么大，多少有点跟自己过不去了。其实我们当初也是相当的纠结，双峰式曲线这个加工难度不但大，而且成本特别的高，但它对我们来说又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在我们心目中 HiFi 一直都是科学与审美、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冷冰冰的数码产品。所以这个双峰式曲线，它所代表的就是科学和审美的2元性，同时也代表着耳边式和低塔的珠联璧合。那除此之外，这种曲线也能够更好的贴合我们的耳朵，提升整体的佩戴舒适性。另外，ES 客观部分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在于它的线材和配件。为了保证视觉效果的统一，我们将耳机的线材、分线器乃至转接环处的五金都进行深度定制，做成了墨绿色。注塑件则是和墨绿接近，但又有一定差异性的透黑。为了方便大家日常出街聆听，我们在 ES 原配线材外面包裹了低塔全新研发的防缠绕 TPE 外皮，强度高又有着防缠绕的特性，不管怎么蹂躏都不会打结。同时，我们给它标配了低塔原创和旗舰耳塞 Perpetua 同款的 Awesome Plug V2 可替换插头系统，并且搭配了一个 Type-C 解码耳放。这个小尾巴的风格是针对 ES 去进行调教的，不但素质高，而且声音风格鲜活、饱满又有流行味儿。说实话，在一个1000多的耳机里配一个这么高配的小尾巴，这在 HiFi 圈里真的是绝无仅有，甚至有点倒反天罡的。这简直不能说是买耳机送小尾巴，而更像是买小尾巴送耳机了。唉，好了，那么关于 ES 开箱的上半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它的售价可能比屏幕前很多小伙伴的主力器材要低不少，但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让每一个细节尽量的打磨到位，也希望收到它的小伙伴能够喜欢和感受到我们这份心意。那么在下期视频里，我还会给大家进一步的去解读它的声音表现。